他们这是进了雷区了，大伙儿都给我小心点，别炸着自个儿。お前全身をやめろ。罠だ。足元は爆薬だらけだ。撤退しろ。混蛋！他们已经是死路一条了，怎么能长中国人的志气，灭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威风呢？追击！东海门，快炸呀！不行，五司令和二当家的还在雷区里。快起来，快走，走，走，快走！别过来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杀了他呀！你忘了你爹怎么死的吗？你忘了你给我打的保票了？你到底是英雄还是狗熊？动手啊！哥哥！看样子，你第一次拿枪吧？我小唐恒一征战无数，没想到会败在一个中国人手里，是我最大的耻辱。给我杀光！
打起来了。听到了，冲那边的东西。好，大哥，你听，听到了，是小凤那边。那咱们要不要过去啊？再等等，鬼子怎么从那边进攻？小心！我奶奶也要出手嘞！哎，抬过来！龙胆儿，你小子出手没管不管用？还真管用啊！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。我也试试。可以啊，这小子！人手一个，快点！1、2、3，你起来，走！姑奶奶还没过够瘾呢，口上的鬼子就溜了。哎，都说日本鬼子有能耐，我看也就这么几把刷子。弟兄们，跟我上！兄弟们先别动，小心有诈。这小鬼子不是那么好打，我感觉他们根本就不想占领这里。怪了，我哥那边也没什么动静，你说这鬼子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撤！撤！不知道古镇堂那边情况怎么样？他们那边没放烟，鬼子也没逃过来，我们先按兵不动。不对劲，怎么了？听这枪炮声，作战规模应该不大呀。如果是古镇堂和小藤郡的主力交火的话，不应该是这种情况。怎么没声了？快卧走！卧走！看好了！都藏好了，有鬼子狙击手！坏了，九凤俩。哥，怎么样？小鬼子被我打跑了。哎哥，我怎么觉得那小鬼子不是冲咱们这儿来的？思琪，看奶奶的！看来小鬼子是把九凤岭当主战场了。跟我来！跟我来！跟我来！老当家，当心点儿！现在，顾舰长的球弟应该要赶过来了。你到对面埋伏，到时候两面夹击，你就不信教训不了这些土八路。嗨，大佐组织多么，很不佩服。这些乌合之众，我要让他们尝尝我的厉害。那山顶呢？我们的重点是古镇堂的主力，而不是那些土八路。不行，再这样的话，我们会顶不住的。顶不住得顶，一旦敌人占领制高点就麻烦了。我们连敌人在哪儿攻击我们都不知道，怎么打呀？除非占领高处，看清他们的位置。李青，咱俩分头上树。来。
行！打！杀了他们！ 再等，3个大队就一锅端了。小头去老谢去华，再加上小头和那个魔鬼，咱们这么冲过去，万一中了计怎么办？我现在要不过去，找司机该怎么办？哥，冷静点。小凤说的对，如果敌人真的攻打景凤岭，那董海文在他们上山沿途埋了那么多炸药，不可能一点动静没有啊！我看敌人的重点就是埋伏在山沟，消灭咱们的主力啊！废他妈什么话！赶紧上，二弟。怎么了，哥？ 大家散开！快下去！散开！糟了，真中招了！二弟、三弟，你们守住右路，我和长辈守左路。兄弟们，打！打！这种情况下能够保持冷静，是条好汉。可惜啊，年纪轻轻就要葬身在这个不知名的山坳里。老二，告诉兄弟们，能冲出去算咱命大，冲不出去打死几个算赔偿。好，打！都过来，都过来！哥，弟兄们都扛不住了，怎么办啊？鬼子把咱们包得跟粽子似的，看来这回是逃不出去了。兄弟们，我对不住你们，能跟你们死在一起，我顾振堂死而无憾。我当家，你这当司令没几天，别都把死挂在嘴边，我那时候还在后面呢。哎呀，别总说这好听的，那鬼子又不听你算话。要知道鬼子这么干，当初就该听童海文的话，在这2个山坡上掩埋上炸药。现在说这个屁话管什么用？哎，对了，童海文埋的炸药埋到哪儿了？我知道，就在这山后面。好，咱就这么办。哎，咱那徒手里还有多少？还有1箱。好，老三，你带着兄弟们给我上九凤岭，炸出一条口子来。记住啊，哪怕只剩下1个人，也要把鬼子给我带进去。大哥，这个是最危险的一招了，上了九凤岭就没退路了。万一要是二弟，我是给鬼子挖坟墓了，就没考虑自己的后路。上吧，老三，你去，我来掩护。好，兄弟们，走！小妹，上！追击！追击！追击！追！大哥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！快走，大哥！
进攻，开枪，手榴弹，冲！快过！快呀！快呀！大哥，快来！小鬼子，老子他妈跟你拼了！快走！哥，咱们可没几个人了。大伙给我记住了，就是咱们只剩下一个人，也要把鬼子带进雷区，给咱顾家军陪葬。好，撤！不能让他们逃掉！快追！快追！思路给！子清，你看，是个古镇堂，是想把敌人引入炸药圈呀！这是孤注一掷的险棋呀！山上鬼子我来对付。东海湾，准备接应古镇堂上山。好，你的炸药都准备好了吗？我检查过了，没问题。好，全军的生死都掌握在你的手里，看你的了。好。跑到山顶的话，没有逃路，为什么？我们走。趴下！我们有多少武器种类？要是都算上的话，每个人手里有那么一个家伙。老套筒猎枪也算啊。那这仗没法打呀！以前我在国军和小鬼子交过手，没有武器那等于去送死。我们有炸弹。海文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回来就是跟你们一起打日本人的，为什么不让我参加？好，既然你回来了，咱就把话挑明了。我信不过你，打完了警察署你就跟刘金坤跑了啊？这才几天，你就嚷嚷着回来打鬼子了？怎么的，玩变脸的？你要问我为什么的话，你首先得告诉我你为什么。好，就是因为这个。这就是杀害我爹的子弹，是在刘金坤家里找到的，是日本王八盒子的子弹。我爹不是你杀的，是黑木杀的。我回来就是要替我爹报仇。我要把同样的子弹打在黑木身上，我要看看他的身上会不会也流血，会不会也有窟窿。这个理由够了吗？郑外文，我不怀疑你替父报仇的决心，但是决心杀不了鬼子。仗你没打过。我怎么没打过？炸警察署。哎，快别提警察署的事儿了。是谁蹲门口下蛋的？小凤，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揭短，让他把他的想法说出来。我是觉得我们矿上最不缺的就是炸药，我可以在三面阵地上面布满炸药，把鬼子炸上天。你有多大把握？埋炸药我没有问题，但是这么大规模的爆破，我确实还从来没有做过。你他娘的耍人玩了！这回呢，不是炸警察署，每个人的脑袋都在你手里攥着。你既然给我把活揽下来，你别给我搞砸了。我会在小藤恒一杀了我的兄弟之前，我先杀死你。你同意吗？我同意。这真是癞蛤蟆打哈欠，这口气还真不小。邓怀文，我跟你说白了吧，我不会把救国军兄弟的命压在你的空口白话的承诺上。这为什么？反正我跟我大哥在一个山头上，我们用不着你那些破玩意儿啊！我跟韩老三的二大队也用不着他来添乱。这样吧，如果你真有空的话，你多做一些土手雷给大伙玩玩，就算你做了贡献了啊！土手雷我会做的，炸药
我也会买。大哥，咱这可是打大仗啊，不是带他玩儿。万一要是失败了，炸不死鬼子不说，没准把咱们的兄弟都得搭上。我说你们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呢？这样吧，把海文安排在我们3大队。既然救国军要他，我们就要给他机会。思琴，行了，这事我来负责。如果出现什么问题，我跟他一起受罚。行了，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还能说些什么呢？让他玩吧，反正九凤岭又不是主战场，弄了那么些，也许就用不上。小凤，给他找炸药。我还需要2样东西。说，小凤给你弄。浓硝酸和浓硫酸。我到哪儿给你找去啊？镇上的染坊就有，我要的量不多，好找。思琴，海文，谢谢你。别这么说，如果这次成功了，我得谢你。你父亲的事情是真的吗？是的。还在难过啊？但我现在更多的是愤怒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的脚下埋藏着原本可以造福子孙万代的宝藏，但是最后却变成了致命的武器，打在我们中国人自己身上。这种痛心比死还难受。记住那颗子弹，在你没有信心的时候，在你想退缩的时候看看它，你就可以坚持下去，甚至比别人走得更远。会比老方走得更远吗？会。这次爆破好好做，我相信你。好，我一定尽力。走吧。带走，阁下。你们研究好几天了，想好怎么打了吧？禀告大佐阁下，我们想兵分2路，一路攻打虎头山，另外一路攻打九凤岭。这样一来，一方腹背受敌。不，我要直接占领高地九凤岭。直接占领九凤岭，大佐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很被动。这不用你操心。池天佑，地面特别突击队队长。如果有他们帮忙，姐姐攻占九凤岭就好办了。易胜雷，哎，弄来了。来，不谢啊。你倒真不客气哈。啊？哎，你这打算怎么弄啊？好鞋啊。有那么一点吧。跑！我会在空地上面埋上炸药，分3排，并且串联在一起。这样的话呢，只要一次引爆，整排都能爆炸。但是真正富有杀伤力的是山坡上的那些石头，到时候铺天盖地的碎石，其威力比那些炸弹、地雷强多了。你怎么串联啊？怎么串联？告诉你啊，靠的就是这个棉花呀。把硝酸和硫酸按照3:1的比例混合，然后把棉花放进去浸泡，20分钟以后把它取出，冲洗干净，并且晾干。这样呢，消化棉也就做好了。消化棉本身呢，燃速极快，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引爆所有的炸弹。所以，只要小鬼子进入了我的雷阵，即使想跑，也跑不了了。怎么，题目明白了吧？什么叫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的人？我想就应该是你吧？啊！滚！该滚的是你，不要影响我的工作。走吧。哎，我说，你有没有把握呀？这次可是要掉脑袋的啊！我告诉你，这次要是炸成了，你给我把炸药吃下去，
吃就吃，那要是炸不成呢？炸不成，你哥不是说了枪毙我吗？到时候你来开枪，行了吧？没问题，姑奶奶枪法可准着呢，你小子悠着点啊！你也悠着点啊！哎，孙叔，哎，悠着点儿，给这小子帮忙啊，别把命搭进去。我不怕，要死一起死。团长，团长，啊，顾团长，你看我，你就不用去了，你跟没枪的兄弟留守大营。啊，团长，留守的事我都安排好了。你这一去啊，我不放心，我得看看风水啊。老二，你说呢？那就让他跟着去吧。好，给他一把枪。快走！东海湾，我哥问你好了没？日本人快来了。快了。哎，看你这样子，没准还真是你说的一声雷呢。信不信由你。说你胖你还喘呢，别做梦了。一声雷那可是真正的血性男儿大英雄。你算啥呀？狗熊。是英雄还是狗熊？咱们一会儿战场上见。快点啊！哥哥，我知道，只要你一获胜，火龙国就会被夷为平地。斩草必须要除根。我就想跟你要一个人，东海文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他是你当年的得意门生吧？嗯。你穿上军装这么久，恻隐之心还是有增无减。你错了，我对他没有恻隐之心，我只想打到他身上的宽白度。大哥，怎么还没动静？怎么，鬼子来了还要给你打个招呼啊？注意警戒啊！是。我就知道你小子会去找他呀！你这戏倒是一出接着一出啊，就是没什么好戏。你倒是挺会说风凉话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看见你这风凉话就特别的多，是不是你特招风凉话？把枪放下，不然我杀他！好啊，开枪啊，也免得我下手了。我巴不得有人能帮我这个忙呢。这小子都快讨厌死了，癞蛤蟆上脚面，不咬人他恶心人。你倒是开呀！你开了枪，我好下手。要不咱俩一起开？四姐，你也有求我的时候。刘金坤，
放下！想得美！你们把枪都放下，不然我一枪打死他！六叔，少废话！你马上跟我走，我告诉你爹是怎么死的。凭什么相信你？就凭我和你爹这么多年的交情，凭我手上有确凿的证据。我再说一遍，你们把枪放下！顾大小姐，平在，先把枪放下吧。他既然不放，就一枪打死他得了。这种送上门给汉奸当人质的人，留着他有什么用？小凤，顾大小姐，如果他死了的话，你怎么跟你娘交代？还是把枪放下吧。平在，现在你可以把枪放下了吧？想得美！我没那么傻。等我到家了，我自然会放人。你过来，快！向董，那你最好别回来。救刘金坤是董海文早就设计好的，怎么样？我说过吧，他天生就是汉奸坯子，这回原形毕露了吧？我觉得海文不是这样的人。六叔，您说宋伯、宋道熙，你也该兑现您的诺言了吧？你有本事跟他们打警察署，怎么就没本事跟他们学聪明点？啊？你还真以为我知道你爹是谁杀的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要不那么说，你怎么能跑过来给我当人质？陪我回来！你耍我？老子警察署都被你们端了，总得有一个人回去跟日本人交差呀！快上车！站住！三舍四，撒天天灵，撒地地应。天道常自极，鬼道常自凶。高上清灵美，悲歌朗太空。唯愿天道成，不遇人道穷。祝天气荡荡，我道日兴隆。他嘀里咕噜的说什么呢？这也听不懂。无量天尊，道长，我洗耳恭听。古先生是否属龙？生于阴历2月2的那天。正是。古先生属火命，以卦所言，大瑶山要出一条龙，而古先生你正好生于2月2龙抬头的那天，今后你要驰骋华北平原，前程不可限量。凤凰涅槃，劫后重生，古先生历经9灾18难，就差当前这一劫，闯过虎口成大器，你就是当今的燕赵子龙。先生，请明示。扯碎龙袍是死，打死太岁也是死。你冒天下之大不韪砸了警察署，已经被逼到了绝路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拼他个鱼死网破，拼死一搏。大哥，咱们伸头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不如咱们反了吧？对，既然这样，我也没啥可说的，咱跟着大哥一块儿反了，闯他一个新天下。反了，打死他！先生，我就算是3月3生人，我照样是一条龙。好。
进去。对，老实点啊！司长，哎，我刘金坤，我回来了。啊，对，哎，什么？抓谷家人那几个太君还没回来？是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！我把东海文带回来了。啊，对，在我家。啊，好。刘金坤回来了。这头大笨猪，我去杀了他。等等。黑木君，他把东海文带回来了，也算立了一功。东海文？你去李师长那里把东海文给我带回来。嗨。司长，上回东海文炸剧院，黑木君就起了杀心。上回你放他走，他就不甘心。这回你让他去劫人，不把他杀了东海文。黑木君虽然鲁莽，可不是没脑子的人。他难过，看得起来东海文没有位置，孙管家就不会现身。只有隐去孙管家、段耀宗留下的那张图，才能水落石出。娘，您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前面没路了，就逼你闯一条路。上山打游击，不能落草为寇，得有个名分。好，咱们就叫顾家救国军吧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都这份上了，还打着自家的小算盘，整天顾家顾家的。是。那咱们就叫抗日救国军吧。娘啊，咱这一走，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？这顾家200多年的古宅，就白白的送给日本人了。烧了。烧了！娘，不能烧啊！我还要回来重振家业呢。背水一战，都不要了。不，娘，不能烧，不能烧！山在矿在，咱们顾家的财产就得在呀。娘，老祖宗留下了这份家业，不能毁在我古镇堂这一代手里啊！等打完了日本鬼子，很快，我们就回来。兄弟们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古家建立了自己的军队——救国军。我不再是古家的大少爷，是救国军的司令。你们不再是矿工、山大王，你们都是救国军的亲兄弟。这个军队一成立，咱们安稳的日子就算是到头了。刘金坤跑了，咱们就让他给日本鬼子带个信儿吧。从今天起，我们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。深山老林是我古镇堂的家，也是你们的家。好。
他会走火的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说的证据就是这个吧？不，起来！你坐着，听我解释，海文。下去。大侄子，你听我解释。下去，大侄子，你听我解释啊！别误啊！大侄子，坐下。坐。大侄子，你别误会，我没误会。小唐俊说了，我爹身上的子弹不见了，原来是在你这里，原来是你杀了我爹呀！不是我杀的，你爹他是我老哥呀。这子弹是从古振堂枪里打出来的。是吗？好啊，那你为什么替他藏着？你说。我好不容易抓到他的把柄，想日后有一天要挟他。真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就看看这个子弹到底是从谁的枪里打出来的。快点！嗨！你看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要替我爹报仇！别！海文，别！我说实话，不是我杀了你爹，是黑木啊！我们俩的枪都一样，都是日本的王八盒子。黑木一直对你和你爹怀恨在心，因为你们放走了空大，次长又护着你爹，所以他见押送铜锭的时候杀了你爹。后来他为了让我掩盖他的罪行，逼我从你爹身上取走了子弹。真的。你说的都是真的。我说要有半句瞎话，我宁愿死在你的枪下。海文呢？跑了。从哪儿跑的？那边。追！大哥，黑木君，姓董的这个小子跑到哪里去了？根据次长的分析，他应该回董家了。他回董家了？哎，上车。少爷，宋管家，少爷，赶紧走啊！日本人就要来了。我不走，我就是要等他们来，我要为我爹报仇。少爷，赶紧走啊！再不走来不及了。我不走，我要打死他们！我打不死他们，我打死他们！哎呀，少爷，你就听我的，真不走。等啥？你是在等我吗？没错。用枪？你不是喜欢用炸弹吗？你怎么不用炸药炸死我？我爹卖了一辈子的铜，结果却死在送给你们的铜锭之下。我今天就要用这些铜锭造的子弹替我爹报仇！董海文，你要是敢开枪，你和你的管家都得死。只要你们肯合作，找出狂买图，大日本帝国是不会亏待你们的。
对不起了，宋管家。我杀了你！少爷！进去给我搜！抓活的！自若，会疼吗？会啊。对啊，当然会疼。问了也是白问。对了，我爹到底留了什么东西给你啊？一幅字画。一幅字画。宋管家，我要是死了，你一定要把这幅字画交给大瑶山的赵匡胤。赵匡胤啊！我现在才明白思清说的话。在如今的中国，苟且偷不了生，人受屈辱，只会遭受更大的羞辱。这幅字画一定和日本人要找的狂蛮图有关，千万不能让它落在日本人手中。你去告诉赵匡胤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保护好太行山脉的矿产资源。少爷，我就是个管家，不懂得那么多大道理。既然你想明白了，那等你过了这一关，你自己去办这件事，好吧？好，我一定能过了这一关。少爷，忍着点儿。来。醒了，喝点水吧。谢谢。少爷，这是老爷给我的那幅字。就是这首诗啊。少爷，这老爷的心思，你要是看不透，那就别人更看不透了。我记得我爹第一次跟我提到这首诗的时候，好像我只有6岁，是在大瑶山的山顶，也就是他经常和古伯父去的地方。不行，我得过去。哎，少爷，你现在伤还没好呢，你先休息2天。啊，少爷，不行，现在就走。走。少爷。
瞅你这忙上忙下的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当家的。我哥当家就是我当家，我们这是武家军。好。哎。哟，受伤了。前几天你刺杀我哥，烧我们家房子赶回来，现在你把汉奸放走，你还敢回来？你到底是胆子大还是脸皮厚啊？啊？随你怎么说都行。小凤说的没错，该怎么法随你。我只有一个请求，让我跟你们一起打日本人。你这是负荆请罪啊！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你还真有胆儿啊！你收下我了。只要是打日本人，谁来我都收。夺一个蛤蟆4两利，啊！收下他，收下他！来，娘啊，要收下他。啊，这位是孙叔，我们家的管家，干了10几年了，我信得过他。这位就是古堂主啊，古堂主。这位是伯母。伯母，一起走吧。哎，大哥，咱们这是进了雷区了，大伙儿都给我小心点，别炸着自个儿。お前全身をやめろ罠だ足元は爆薬だらけだ撤退しろ混蛋！他们已经是死路一条了，怎么能长中国人的志气，灭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威风呢？追击！过来！东海门，快炸呀！不行，古司令和二当家的还在雷区里。快起来，撤！快撤！
别过来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杀了他呀！你忘了你爹怎么死的吗？你忘了你给我打的保票了？你到底是英雄还是狗熊？动手啊！看样子，你第一次拿枪吧？我小唐恒毅征战无数，没想到会败在一个中国人手里，是我最大的屈辱。给我杀过！没事。来，起来。郭振堂，哥，你快出来呀！娘还在家等着你呢，哥。哥，你这是要白发人送黑发人呀，哥！你真是大不孝。哥，哥，你说谁不孝？啊？你刚才说谁不孝？哥，你吓死我了！你真没出息！你动不动就哭鼻子。谁让你吓唬我的？哎，二当家的呢？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！二哥，二哥，快来呀！二哥在这儿。走。二弟，二弟，起来，大哥来了啊！二弟，起来。来，二哥，二弟，你不能死啊！你答应过大哥的，你他妈的不能死在大哥的前面，二弟。二哥，快把他放平，还有救！放平！快！来，二弟，可能是脑震荡。
活着。二弟，活了。大哥，我还活着。大哥活着，你就必须活着啊！大哥，我要是先走了，你也没辙呀。他妈放屁！大哥活着，你就必须活着。大哥啊，你别抬了，让他们抬吧。你少废话！你再废话，我让老三一枪把你崩了。哎，大哥，要崩你崩，我可下不了手啊！我也下不了手啊，我欠他一条命呢。快点走！先走一步的兄弟们，救国军出战告捷，这都是用你们的命换来的。我知道你们不喜欢哭哭啼啼，我古镇堂今天要为你们庆大功，放鞭炮，高高兴兴的送你们上路。愿你们在天之灵保佑我，多杀鬼子，替你们报仇。你别说啊，你做的那个土手雷都响了，没一个哑的。还有啊，你那个连环阵太厉害了。我以前笑话过你的炸弹，你可别记恨我啊！哎呀，我说大英雄，听说小藤恒一也是你杀的啊？真了不起呀！弟兄们，上！把他放下来！我要敬这大英雄一杯，来！怎么了？潘文，怎么了，大英雄？晕啦？狗熊，快把他抬到屋里去！来，快！他这是怎么了？这也太娇气了啊！晕血，没出息。让他休息会儿吧。你们去忙去吧，我照顾他，忙去。东海丸啊，你可是为咱救国军立了大功了啊！少爷，来喝点水吧。以后就别再叫我少爷了，我已经不是董家大少爷了，你也不是我们董家的管家了。从今往后，我管你叫孙叔，你就管我叫海文吧。